各位朋友，俗話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吶。這兩天呢，中國的這些網友紛紛都說，哎呀，這個中天的名嘴厉正杰，這是暴露了他的台獨本色呀。原來呢，在小艦長被綠營這個迫害吧，小艦長登上了中國的這個解放軍的軍艦以後，誇了兩句這個軍艦，說解放軍準備好了，結果呢，綠營呢就叫囂要取消他的退休金，結果呢，这個厉正杰跳出來了，支持要辦這個小艦長。小艦長呢是怒斥厲正杰。中國的網友們說，我們發現了所謂的這個中天的名嘴厲正杰呀，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游走两岸，騙吃騙喝。他為了拿到中天的嘉賓的訪談費，平時滿嘴對大陸的吹捧，其實他的靈魂卻充滿着對大陸的不認同，甚至是仇視。但是為了多掙錢，他還是拼了。乍看他對大陸佩服得很，一旦到了關鍵時刻，他馬上就现出原形，成為對大陸輿論戰的先鋒，肩負起誤導大陸輿論風向的重任。鼓吹武統，就是大陸落入美國的陷阱云云，一邊推崇此次美日菲等7國南海軍演大陸20萬噸艦隊的強勢，一邊提醒我們台灣要提醒這支大陸艦隊掉頭登陸台島的風險。這樣的國民黨人絕不是中國人，他們現在只不過是等着台獨順風揚帆的時機。如若台獨成功，他們絕對就是會為自己的新反華身份雀躍歡呼的那種人，他們就是披着藍皮的綠蛤蟆。好吧，大陸的網友果然沒有看錯厲正杰呀，季林連將軍仗義直言啊，這個事情，這個厲正杰完全和趙少康他們就是站到一個陣營去了。厲正杰也怒罵季林連，季林連其實就是一個風向標。你看看小艦長的三觀多麼的正確呀，還有館長的三觀多麼正確，人家都是力挺季老將軍。季林連主席講，到底是誰會賣黨求榮？小艦長意見可能跟大家不一定一樣，但你怎麼看？其實如果說我們從季林連將軍的就是副主席的角度來看的話，我們按照他以往的這個言論，他是比較希望夠很快的能夠走向從9·2共識走向統一。那如果從9·2共識走向統一的話，那我們現在買武器是為了備戰，那實際上來講也就是越走越遠。那從他的角度上來看是如此。那但是呢，如果說從個別的這個國民黨委員的角度來看的話，因為他有選民的壓力，那選民有跟這一個副主席不一樣的看法，那當然對於這些區域立委來講，他會更希望能夠自主投票，然後依據自己選區的屬性以及當初他支持他的一個比較的群體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看法，這是代議政治本來的一個原則嘛。那如果你問我的看法嘞，其實我覺得這些武器買了到底有沒有用，那是怎麼用，其實才是真正的大問題啊。為什麼？因為我們買回來的是什麼？我們買回來的，我舉個例子好了，現在大家講的海馬斯，大家都覺得哎呀好棒棒，我們未來可以源頭打擊了，真的可以嗎？2023年的時候，也就是現在是美菲正在做的這個肩並肩軍演的時候，那個時候在小馬可仕面前發射6枚海馬斯，命中幾枚啊？猜一下。是軍盲沒關係啊，6枚發射，你在好歹要1枚吧？0。1枚都沒中，對，就是這樣。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很訝異啊，不訝異啊？那當初這個海馬斯到台灣來的時候，第一次試射也不成功，他告訴你說，這一個我們有系統那個這個軟體需要更新啊。對，我如果買一台手機，我剛剛從這一個我在操作的過程當中，然後他就跟你講，你現在不能操作，是因為那個你要系統要馬上升級，可以接受嗎？賣黨求榮近1年，
我一直沒有講話，因為我們副總召領導立法院的黨團提出了最佳的行動方案，這個版本大家都很清楚，完全合乎法理情，既有尊嚴，也有彈性，更有前瞻。論軍購，沒有任何人比我有發言權。無論5年的施政計劃、10年的建軍計劃、建案的作業規定等等，我跟大家介紹一下，年輕人可能不知道這一位司令是誰，因為這位司令是館長在海軍陸戰隊服役的時候，他就是我的司令。那之後呢，他司令是中將缺，之後呢被提拔到上将缺。是一個近0年司令，是一個我們不論這件事情啊，他在我當兵的時候，真的把陸戰隊搞得是不要不要的，搞得非常精實啊。我最記得他，因為剛好我這一營剛好中了，因為那時候我們剛好最後他帶的，他那時候我們本來有2個基地，一個叫做海軍陸戰隊，你都知道，一個叫做恆春基地，一個叫2棲基地。他媽的，那時候多精實！他說要把我們一般的步兵營弄成特戰部隊，幹！陸戰艦額什麼都行。結果我們就去受了有史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們進了一個叫三訓基地。你知道那有多尿嗎？我們就不講了。三訓基地就是攀岩、垂降、特攻那個1號到18號房屋。我以前有一些照片，大家都有看嘛，打特攻、打漆彈。攀梯子，他媽的吊他媽繩索，先鋒爪勾房屋爬上去，幹你娘！你知道那個他媽的好幾次他媽的阿兵哥都攀岩他媽都快嚇尿了，正面他媽的垂直下降那種，本來是特戰部隊在搞的。季司令那時候季司令就說陸戰艦額也可以，結果他媽的我們就去了，就我們那一營400多人，唯一的一次海軍陸戰隊從頭以來只有我們受三訓，幹人家就是我們。所以館長啊，2次2棲基地，2次恆春基地，1次特戰基地。你會說，陸戰隊怎麼會有特戰基地呢？幹你娘，就是季司令那時候在的時候，非常的精實。那時候差點被他弄尿啊，真的是很靠北。然後去睡哪裡？睡帳篷。我他媽的睡了他媽的3個月的帳篷，尿尿大便還要自己挖。就是進這個三訓基地幹，我跟大家講，這是我那個時候，所以他這個人是很精實的啦，只是他有他的看法，我也非常尊重他，只是說有些話、有些事，就是我是很敬重他老人家，畢竟以前是我們長官，但是有些話、有件事，他講的的確，陸戰隊司令嘛。全台灣最悍的部隊的司令，他講的建軍計劃，他講的這句話的確有分量。但是我不知道你講這個可以嗎？比方你反軍購可以，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忽然講出韓國瑜，因為韓國瑜在民進黨當中，國民黨，我可以說1/3，韓國瑜在國民黨內的地位非常高。我只能跟大家這樣講，非常高，他的粉絲結構非常鐵，這個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嘛。2018年、2019年、2020年，韓流再起，韓粉，對不對？那時候沒有青鳥，沒有黑熊，台灣最流行的就是韓粉，那個結構體龐大。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現在真的對國民黨真是純幫助，大家都好朋友。有一句話，使命必達。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去針對韓國瑜，可能是 I don't know，OK？这个李正杰又跳出来了，李正杰大罵季连连，跟趙少康的口吻一樣，就是要逼老將軍下台。
哎，那位說，那既然他跟赵少康都是癞蛤蟆，為什麼他非上中天，那不去趙少康那個台上去啊？那一唱一和，誰知道呢？這個，那麼以後那就只能是上趙少康那兒去了吧？啊。這個副主席重炮就直接呢對韓國瑜喊話了，他怎麼樣呢？他說：“哎呀，我相信他不會賣黨求榮啦。然後呢，但是呢，如果有的話，敬請開除黨籍。”徐巧芯就說了，還對徐巧芯說不要親痛仇快。當然我們看到鄭麗文呢，就是趕快來緩頰這整件事情。那韓國瑜呢，稍早的時候也給出了一個最新的 po 文啊，我們有特別看到呢，他就說了：“老牛自知夕陽晚，沉默無聲自奮蹄，此生所行，無愧於人民。”無愧於職責，無愧於黨，亦無愧於心。我們請教韓明哥。老實講，70年為什麼突然之間要在中常會頭講這個東西？說真的，讓大家覺得很意外，因為你自己都說你跟韓國瑜40幾年相知，那你也相信他絕對不會出賣國民黨，那你後面講這些東西就沒意義，不是嗎？國民黨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內部親美派跟這個黨中央有一些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那一派認為說就是8100億就趕快給他過，那美國要多少就給他多少。另外一派是認為你3800億加 N， 反正你發價在哪我就給。其實，在我看來，我們是外人啊。在我看來，其實差不多，就是反正不是国民党一直堅持都是要發價書嗎？所以有發價書來，然後再來審，這個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嗎？那為什麼這兩邊會有這麼大的差距？差距大到現在黨內已經公開互相這樣叫板，所以我覺得這才是國民黨自己要去面對的問題。我們就把話調開來講啊，鄭麗文上台到現在，有一派人一直對他非常非常不爽。看他做的所有事情都不順眼，那當然對他會用紀凌蓮、用李乾龍、用蕭旭岑也非常不爽。那我覺得這些東西不爽歸不爽，但是大家該做的事還是要去做。有些東西什麼叫同仇敵愾，有些東西什麼叫一致對外，這個要分得清楚。那紀凌蓮今天犯了一個什麼錯誤？就是很多東西你們應該是私底下討論。你公開上這樣直接講，那就變得非常糟糕。他不但點名韓國瑜，也點名徐巧芯。那韓國瑜他是立法院長，他是出於關心，也是出於關切國民黨他自己所屬的政黨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情遭遇亂流，所以他做了一個表態。你可以不喜歡他的表態，那這個東西你們私底下討論就好。韓國瑜其實他本來也可以不介入這件事情，他是立法院長，他也沒有必要一定要介入。但是你不能因為人家表態了，你就要開除人家黨籍或幹嘛？首先呢，我必須講，國民黨的副主席，我們大家要不要老實講？國民黨副主席是什麼？你們是仇庸子哎！你真的確定你有這麼大的權力嗎？那再來，你有沒有想過，你這樣公開對韓國瑜叫板，除了讓黨內撕裂的更加厲害之外，請問一下對黨有什麼好處？這樣就能夠恐嚇了誰嗎？毫無意義嘛。那你現在也看到了，鄭肇興台中副市長，徐宏庭台北市議員，然後今天有人到黨部去鬧那個叫田山聖國，現在越來越多人都反彈了。老實說，黨內的事情應該要擺在黨內去解決。國民黨為什麼老是改不了這個壞毛病，都喜歡隔空校正？你們奇怪，現在科技這麼發達，你們可以通電話，你們可以傳 LINE， 你們甚至可以面對面談。有什麼事情一定要用這種方式解決嗎？一定要鬧得舉世皆知，然後讓人家看笑話？你看看，熟悉的國民黨又回來了，這樣你們覺得很有趣、很好玩嗎？所以，我必須講啊，這個就是國民黨的慣性嗎？如果國民黨始終都是這個樣子的話，你叫你的支持者還有多大的力量能夠支持你們呢？所以我拜託紀凌蓮將軍、紀凌蓮副主席，這件事情是你搞起來，所以趕快去把這件事情做處理吧。該做的事情就要去做。你是黨的副主席，
你才是最應該促進黨團結的人，而不是促進黨分裂的那個人。你看畫面上，傅崐萁都知道你不要再講下去了，你不聽，你還繼續講，我代表黃復興黨部，曾麗文也幫你圓場了，你也不行，還是堅持到底。那這樣子搞下去，請問有比較好嗎？所以我覺得你年紀也夠大，你的資歷也夠深了，也當到黨的副主席了，趕快該處理的就去處理吧。然後我也拜託國民黨，我不管你是哪一派，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你們去溝通啊。為什麼不去溝通呢？然後每天都要用這種隔空校正，誰看誰不爽的方式到各地網絡上去留言，然後互相叫罵，然後讓人家看笑話，你們覺得這樣很開心嗎？如果國民黨的人都覺得這樣很開心，那你們就繼續去玩吧。還好我不是國民黨，我只能這樣講。是，我問一下，李將軍，我不但是國民党，我還是黃復興黨部。近一年我要告訴你，你不要以為黃復興黨部的黨員都聽你的，你不要得了大頭症，你現在當副主席，你就認為你可以挾黄復興黨部的黨員來命令。我跟你講，我们黃復興黨部的所有黨員自己有自己的思考，自己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知道什麼事情該做，什麼事情不該做。你不要去講那種話，那種我覺得你講那種話哈，說黃復興黨部要怎麼樣？黃復興黨不是你70年代，我在這邊特別要糾正你，對不對？你怎麼可以挾黃復興黨部以自重，認為說是我要來要挾人，所以你們不聽我的，我就叫黃復興黨部怎麼樣？我們不會聽你的啦。我跟你講，我也是黃復興黨部黨員啦，我們不會聽你的啦。你不需要在這邊把整個國民黨搞成這樣，真的是非常難看。我勸你哈，這個如果說你有自知之明，趕快辭掉這個副主席的位置，不然的話真的是太難看。尤其是你在場上面講這種話，那你置鄭麗文主席於何地哈？你置這個韓國瑜院長於何處？那你只不過就是一個國民黨的一個副主席，你憑什麼講這種話？你不要以為你是黃復興黨，以前當過黃復興黨部主委，你就可以在這邊挾黃復興這個黨員以自重。我們黃復興黨員是自己有自己判斷力，我們有我們自己的這個智慧，我們自己會去判斷什麼事情是對的，什麼事情是不該對的。當初我們支持鄭麗文，是因為我們認為他有這個領導能力，可以帶整個國民黨這個向前走、向前行，而不是因為你自己0年的關係。我這邊要跟你講，你不要自己犯了大頭症。所以在你看來，就是他完全沒辦法代表你們每一個人。對啊，这本來就是啊。這個我跟你講，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自己可以代表某一個黨部，你知道？你不要以為你曾經當過上將，你就認為說我可以，你們都聽我的，我們沒有要聽你的啦。黃復興黨部每一個黨員都是已經退伍了，沒有一個人自己有自己的判斷能力，絕對不是聽從某一個人的指揮。那個年代已經過去了哈。希望你這個腦袋更新一點，不要還停留在30年以前的黃復興黨部，認為你一句話就可以指令所有這個挾這個來啊，以後你們誰要選舉幹嘛的話，我還可以叫黃復興黨部黨員支持或者是不支持。那個年代真的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年代是每一個人自己都有自己自主的判斷能力。所以為什麼鄭麗文選舉的時候，我在這邊也很激動的講，不要污衊我們黃復興黨部。今天帶頭污衊黃復興黨部，不就是你近年講這種話嗎？你今天講這種話，你是不是你自己在污衊自己黃復興黨部？還虧你當過黃復興黨部的主委。是，那剛剛看到像韓國瑜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po 文，在你看來？我覺得韓國瑜講得很好啊，你看他真的是很謙卑啊，他沒有要跟這個紀凌蓮對槓、對吵、對罵，他反而老牛自知夕陽晚，就是說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跟地位怎麼樣啊。老牛知道夕陽晚，他說這個自奮蹄自奮蹄的意思就是說我還是繼續在努力，在我的崗位上面工作。我雖然知道我自己年紀大，但是我還有一分能力，我就繼續在這角色上面扮演好我所應該扮演的角色，為黨為國來努力。因為他今天的角色是立法院的院長嘛，他必須要調和鼎乃，他不能光國民黨的或民進黨，他必須每個黨派他都必須要去做一個協調的工作。其實這是非常吃力的工作。這個台中市副市長講得很對，那很吃力。你不能說是但他今天這種角色，我覺得扮演得很好。他不是扮演國民黨的這種院長，他也不能說扮演民進黨的院長，也不能他扮演的是整個立法院的院長這種角色，所以他不能偏袒每一個方向，這樣的話議事才會有規則，才會受到各黨派的支持，之後立法院的運作才能夠正常的運作。那不要把韓國瑜我覺得韓國瑜講這種話是非常的正確，非常對，表示說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角色地位，他還會繼續為這個黨為這個國家的立法而努力，我覺得非常的好。
完全是站在自己該有的這個角度。對啊，他說無愧於國家，無愧於人民，無愧於職責，無愧於黨，他也沒有愧於黨啊，对不對？他本來就是他是院長的角色，院長角色就是要協調各個黨派，大家尋求一個共同的意見，讓這個院會可以開下去。院會能夠順利的開，是對全國的老百姓有利啊！你不能說是我相信韓國瑜他絕對不是只是國民黨的立法院院長，不能只扮演這種角色。一個非常正確的位置，自己知道自己該有的一個角色是什麼。作為國民黨的退將，這個李正傑也是國民黨中的一個大藍蛤蟆，是廟小妖風大啊，池淺藍蛤蟆多呀，百年大將綱，處處都是趙少康。鄭麗文，趕快下手清黨吧！点个訂閱，咱們下集再聊。